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新北市议员卓冠廷，武哥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姚慧珍，大家好；政治学教授范志平老师，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台北市议员钟小平，大家好；桃园市议员备少将于北辰将军，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康仁君。大家好。好，那上礼拜全国最大的一条新闻，当然礼拜六的时候，国民党党主席选举，郑丽文呢以大概50%多一点啊当选了国民党新任的党主席，当然投票率大概是40%左右。那对所有人大家观察的是，第一个，那郑丽文当选以后，那对于两岸之间国民党的立场是不是会更倾向对岸，还是说还是维持现在，还是胜或会维持台湾主体，胜或对于台湾来讲更好？另外一方面，2026、2028会产生任何的变数吗？你知道现在什么样的一些传言都有，包括对很多蓝营的，不管是立委或民意代表要选举的一些人，有人直接讲说，未来郑丽文会不会是因为弱势党主席，会不会令不出党中央？赵少康一直不断的讲说，选民在台湾，不在中国大陆，要记得所有这些事情。来，小平是恭喜啊，你们党里面选出新任的党主席，一句话有什么要讲的？今天穿这个粉红色衣服是 Blackpink 庆祝那个郑丽文当选，团结不是为了 Blackpink， 好不好 ？OK， 连衣服都表示这庆祝喜事，选出新的主席就是喜事嘛。哎，对对对对。来，冠廷是好，这整个看起来的话，尤其讲到你可以注意到，大家观察的都是因为国民党最大在野党，对，国会第一大党。先让你看一下，包括郑丽文啦，讲到两岸之间，包括跟对岸，包括习近平，然后当然赖总统也有做相关的一些的会议。先看一下这一段，来。我们终于做到了。首先，深深一鞠躬，未来一定会完成在野的团结，为台湾拨乱反正。未来我们一定会团结，也希望26年、28年我们一定要赢得大选。所以我在这边也期待民主进步党不要再仇恨，不要再撕裂，也不要再打仇中牌、反共牌、反中牌，让两岸不再有战火。和平不可能靠一纸和平协议就可以得到和平，那也不可能接受侵略者的条件。所谓9·2共识，接受一个中国原则，就有办法得到和平，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来，冠廷是人家现任党主席告诉你们，不要再打仇中牌了，不要战争，大家就是要和平。郑丽文的全文是讲反共牌、反中牌都不要打啊。如果连反共牌都不要打，请问还有中华民国吗？那就举白旗投降就好了啊。不是，郑丽文他当选当然是我们尊重国民党党员选出来他们的领袖。可是今天到底台湾多数的民意是什么？其实很清楚，守护中华民国，守护台湾。我觉得这个是各党派的最高共识。今天郑丽文他当选之后，我觉得有趣的地方是我们党中央在第一时间透过发言人吴峥有个正式的回应。郑丽文当选了嘛，说真的，他党事务，我们就是讲出我们民进党看法，我们是执政党，你们是立法院的最大党，也是执政最多县市的台湾最大党。所以我们当时就讲出2个期盼，一个提醒。2个期盼，第一个期盼就是守护台湾的主权嘛，第2个期盼就希望国会可以理性问政嘛。那一个提醒是包含中国介选的问题，就是赵少康先生在国民党选举期间一直在提醒国民党的支持者的。那最后郑丽文还是当选的，我觉得我们讲这个2个期盼，1个提醒，很公允呐。结果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是大头症还是怎么样？就是国民党的小编直接在他的官方的粉专直接回你哪位？我拍谁？我觉得这个完全出乎大家的意料。就是你当然你可以讲说你们不要干预我党事务我们的主席我们会做好，我们会争取最多民意，我们会2018把你推翻。你们可以讲100件事情，想开心的，想不开心的都可以。可是你回你哪位？好，如果你的态度认为我们执政党叫你哪位，那为什么郑丽文后来还要讨拍？郑丽文后来的状况是，他接到了黄国昌主席的电话，但他也收到赖清德总统兼主席的花。我们送花不够，你前面一个说你不给贺电，对，说我们没给贺电，说没有给他贺电意思也没有致电无论是实体贺电还是致电，你前一个我们的发言人代表本党的态度，你们说你哪位？然后下一个出来说，你们没有给我们打电话，那是因为黄国昌做打电话，我姓赖啊，这样子。是这样吗？你哪位？是。好，小明哥就是幽默好，但是我觉得关键在哪里？今天黄国昌他比国民党主席还要像主席。黄国昌打了几通电话，大家知道吗？6个候选他打了5通电话，他全打。
黄国昌把郑丽文以外，罗志强、郝龙斌、卓博源、张亚中，他电话全打通。第6个他说他没有他电话，所以没打。打完之后，黄国昌自己出来跟大家讲：哇，所有候选人我都打电话了。我想问朱立伦有打吗？我不知道也许等一下小明哥可以跟大家分享为什么？因为现阶段郑丽文他赢了嘛，那民众党跟黄国昌未来他一定要继续蓝白合，尤其黄国昌在2月1号之后没有立委身份，唯有蓝白合，甚至说新北市市长他才有舞台嘛。结果我觉得很瞎的事情是，表面上他给你致贺电，郑丽文跟国民党，你们真的想要这样子有党吗？黄国昌直接吃郑丽文豆腐啊！黄国昌后来跟大家讲，媒体问他说，郑丽文在选党主席的时候，在台上公开跟大家讲，新北市市长候选人一定是国民党的，这是他的选举政见。我要强调，选举政见。刚当选，黄国昌打电话去，假装关心，出来受访，直接跟大家讲说，这一页已经翻页了，我们不要因为之前的事情影响蓝白合。郑丽文有翻页吗？郑丽文选党主席跟大家讲，新北市我会提国民党候选人，结果你现在跟大家讲说新北市市长。这个已经翻页了，所以我们就等着看了哈。因为郑丽文，我认为他会落实他的这个选举政见嘛。看来国民党会在新北市会提人嘛。那黄国昌，如果国民党有提人，你会选到底吗？黄国昌不是讲2月1号开始，他在汐止在那个地方不是就开始会有包括服务处啦，意思就是我玩真的，不，他假的，真的啦，真的玩假的。我是说他是要告诉大家他要设这个，意思是表达他要玩真，但你觉得就是假的？我认为他是真的玩假的。为什么我会这样讲？我跟他现在他放出这个风向是告诉大家，2月1号设竞选办公室，然后呢推给他们的新北市唯一的议员陈世轩，说我请他找这个竞选办公室的地点，然后因为呢怕被执政党查水表，所以呢很难找啊，呼吁大家多多介绍地点，很瞎嘛。新北市有本事查你水表的人是我们吗？来，请问去消防安检会是谁？侯友宜新北嘛，会去那个就是那个营业登记的是谁？经发局、新北市政府。会去什么？有没有符合建管的是公务局？会去有没有符合土地使用的是城乡局？没有一点跟中央有关的，所以。黄国昌现在在丢赌，他不知道国民党在郑丽文主政之下已经讲得这么满，新北市一定提自己候选人，那他怎么跟他合下去？如果李世传选或刘和兰选，黄国昌敢不敢选到底嘛？这是他要面对。第3个我要提的是老共的态度啦，因为这一次国民党选到最后，我认为跟我们民进党、跟台湾、跟国人唯一有关系的事情是，到底他怎么领导这个党未来走向的方向？怎么处理两岸关系？怎么处理政党跟美国的关系？政党跟台湾人民的关系？那这一次在选到后来的时候，赵少康一直跟大家在提醒的事情是，中国确实有介选。那看来中国介选跟比较希望他当选的人，他当选了。所以后来习近平的贺电就很关键。我给大家看一下，习近平不是第一次在中共历任的党主席针对国民党的主席给贺电。我给大家看一下，过去洪秀柱当选的时候，当晚老共给贺电是坚持9·2共识，反对台独，这是洪秀柱时期。吴敦义时期坚持9·2共识，反对台独，这是以前。到了江启臣可能是对于他比较本土什么有疑虑，没有给贺电。到了朱立伦时期，把统一讲上台面，老共给国民党的贺电变成是为台海谋和，为国家谋统一。谋和跟谋统一意思是什么？大概讨论这类啦，我们怎么样来谋求统一？谋求的意思就是讨论一下嘛。可是这一次很罕见的，而且甚至是第一次见到的，老共给郑丽文的贺电是直接讲深化交流合作，后面推进国家统一。大家知道吗？从反台独到谋统一，到直接推进统一，推进什么意思？要做了。那郑丽文的回应是什么？郑丽文回应还是在9·2共识，还是在一中各表，反对台独，9·2共识反对台独，然后一中各表嘛。这个角度就是赖总统跟大家讲的，就如果今天跟大家讲说9·2共识一中原则就会和平，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嘛。就历史的研究告诉我们，你唯有把自己的国防弄好，跟世界各国交朋友当然也不要去激化两岸关系，然后各方面要做好，你才有可能谋求统一嘛，谋求和平嘛。可是今天变成是推进国家统一，这个是郑丽文他收到贺电，所以现在大家最担心的事情，我最后讲我的看法。国民党其实这一次在一开始郝龙斌出来的时候，多数国民党人觉得，那就放心的，那就应该郝龙斌当选，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可是过没有几天，开始在某个力量、某些媒体
然后尤其对岸的一些官方的官媒开始大量的比较支持郑丽文之后，整个风向大幅改变。在基层，我们在民意代表，在基层，我们蓝蓝绿绿的各种朋友都有，蓝营的支持者，我也请教了很多，在选前跟选后请出很多蓝营的朋友，基层跟高层之间的落差是非常大的。你看到大部分的地方势力一开始都是支持郝龙斌，可到后面基层的声音，我在地方我不客气的讲，基层的党员国民党的大概支持郝龙斌跟郑丽文的比例大概是2:8到3:7，差这么多，差那么多，就最基层的。然后你就问，所以到后面你会发现，连提郝龙斌的议员们，他们虽然有发脸书、发现实动态，可那个力道跟支持郑丽文的力量完全不一样。我再讲一个指标，有人说这次地方派系除了桃园以外，绝大多数都是支持郝龙斌，其实不对。你看台中，我过去很熟悉的台中，选前3天在南屯一间餐厅一字排开，底下10几个议员国民党的全部在上面，每一个是什么派系都算得出来，红派黑派都站在上面，那个没有上头老大下令可以吗？选前3天在南屯一间餐厅一字排开，底下10几个议员国民党的全部在上面，每一个是什么派系都算得出来，红派黑派都站在上面，那个没有上头老大下令可以吗？站郑丽文后面，挺郑丽文在选前3天，就代表后来整个已经翻盘了。那再加上比方说桃园跟于将军更熟悉的邱医生议长，那是挺明的。然后以及什么时候知道郑丽文当选当天的状况，我们也有很多国民党朋友嘛，台北市好几个那个里的开票所一开出来，连台北市应该郝龙斌要赢的，一开出来郑丽文大胜，他们就说结束了。所以就后来郑丽文的力量是完全压倒性的。那最后就来讲，那最后怎么办？我认为啦，我的看法，对议员选举影响有限。郑丽文就算只有28、38支持，还是比议员来得高，所以议员没差，议员还是会找他站台。市长部分有影响，就是说很多市长强了他自己选自己的，那可能就某些跟党员互动什么，请主席来啊，尽量的某种微妙的合作关系。可是会影响其实是2028年，郑丽文这个党主席他超有的是国民党不分区立委的生杀大权。你能想象吗？我们大家观众朋友，我们想我们现在认为国民党内有中华民国派，有比较偏红统的，国民党里面都有嘛。郑丽文如果到时候提的不分区的名单是完全偏某一个方向，会对总统选举会不会有影响？绝对会。甚至对2028之后的国会会长成什么样，会不会比2024年的国会更恐怖，都有可能。那再来就总统，我最后一个讲总统，才几天的时间，国民党赢多少人讲2028并不一定是卢秀燕，有了吧？大家都对郑丽文寄予厚望啊。郑丽文如果今天开始这几天已经开始有人检讨卢秀燕为什么你不选，甚至有检讨赵少康你为什么不选，然后你看郑丽文敢承担郑丽文讲出我们的心声，郑丽文在未来2年的时间，如果他真的把国民党比方说2026打赢，然后还是说他把他自己的就是最支持他的那个声音盯到更大，会不会有另外一波当年的韩流出现，然后总统候选人从卢秀燕变成郑丽文，这也不是不可能，所以密切观察。小兵是好，我们这样，第一个先问一个，在郝龙斌刚出来那个时候，那几个候选人那段时间跟最后出来这个结果是郑丽文当选，有没有超出你们的预期？我们认为不容易赢啊，55%，可是输到那种2万啊，输到50比35%，这个是完全58倍35%，完全超乎。应该一开始是那个卢秀燕那时候也一度传说了要找那个郝龙斌当秘书长，他要选，因为那时候没有人可以预期到大罢免是32比0，只要罢2、3个，我认为卢秀燕就会选主席。但32比0罢了以后，所以政治是福祸相依。32比0，他们就根本就是那个就是被打拍在地上的感觉，就是搞木死灰了，民进党啊完蛋了，不可能的什么，那民调也输很多。好，那可是呢，因为卢秀燕的没有参选，而且后来赵少康跟战斗团是一定要推人嘛。赵少康选前就是决定的时候，他们有做明，他是赢正10跟郑丽文，郝龙斌是负20，那后来20，那为什么不是赵少康？因为赵少康反正他因为郝龙斌3里面比较强啦，好，然后打，就一路打到10月10号，萧景田还有我们做滚动式的民调，然后输5的话，我们依照这个经验啊，复制经验就是那个时候4年前那个时候这个
朱立伦选举嘛哈，然后对手这个也是杨耀宗也是统派很强，追到什么呀？只赢1%呢。可是上次是有补缴党费，然后这个群策群力，你知道的派系支持朱立伦嘛，最后赢正12。那我们的估法是说，怎么样也有隐藏5%吧，就是因为我们陆军强，那就有55%，真的开出来这种啊，台北市都输输200多票，那我们中华4个票的我们都赢了，我很认真帮他最后造势啊干嘛？反正不管，我的力量只能中华帮他一点忙，就如此而已。因为我是战斗蓝的成员。接下来就进入到最现实的问题。第一个，对于国民党来讲的话，整个未来的立场，因为当然因为郑丽人在过程当中，有人会质疑说，包括他的立场会不会过度的亲中或者什么，有人提出这样一些质疑。对整个国民党来讲，第一个，在未来立场上面来讲，会不会再亲中？然后第二个，包括跟习近平之间的见面，郑丽文讲，当然要见啊，只要能够促进和平，或者一定是用这样的一些的帽子嘛。可是问题是，即便是这个样子。对整个台湾，刚才冠廷所讲，冠廷直接就讲，台湾现在的主流民意，国民党未来会不会跟这样所谓的主流民意越来越背道而驰？第三个，对国民党未来，尤其在总统大选，连未来总统大选在这个礼拜6以前，没有什么好讨论的吧？国民党里面最有可能出来的，大概你问10个，有11个人跟你说，应该就是卢秀燕了。现在刚才冠廷讲，连媒体都已经开始在讨论，再夸张一点，当然这是某种玩笑话也有，连文昌配都出来了，好不好？文昌配各位知道嘛？郑丽文跟黄国昌，对我说玩笑话，不管你是不是插玩笑话，但连这些都出来，那对国民党来讲好吗？不能文昌配，因为那个我们不是算命的政党，是文昌居士。所以其实文昌不错，2人4党。我跟你讲那郑丽文已经有节制了。他也知道他要往中间走，因为他比较右边比较统嘛哈。然后你看习近平的贺电就很清楚，我支持你，而且这个中天的动作很清楚，就是我不要说老共当局，至少对岸的力量是强大的鼓励，或是怎么样让中天把这个战斗蓝、把郝龙斌、把这个赵少康往死里打，把中华民国派往死里打，就是帮这个统派的郑丽文，然后大获全胜，已经都弄到难看的地步了。好。任何人，赵少康很惨，任何一个不入流的政治人物都可以指着他鼻子骂。赵少康以前是金童，现在至少还是战斗蓝领袖，还是副总统候选人。我觉得他是很痛苦的，我相信赵少康此时的心境被一些不入流的人这样搞。好，再拉回来，就因为他直接说中共借选，然后讲了包括要郑丽文自己要解释，因为选票要选举，再回来要胜选，选民是在台湾，不是在中国，就因为他讲的这些，所以现在变成这样。就不支持统一的人就打死为止，包含赵少康，包含郝龙斌，包含这个中华民国派，包含战斗蓝。好，我讲得够清楚了。好，那他已经在克制了，他当选了我们新的主席，但民进党一定打蛇打7寸。他会讲什么话？统一2个字，他尽量不从我嘴巴讲出来。那当然，习近平大拉拉贺电讲了就是要统一。我讲个数据做民调，我们都可以用常识来判断。请问你2012年1992年的这个叫做92共识，国人是70%同意啊，还往来啊。可是2019 1月3号发生了一个惊天的巨变，因为那个习近平说92共识已经没有一中各表的含金量，也没有中华民国主体性，然后是什么呢？是两岸和平的统一方案。那现在做现在的92共识，不是1992年的时候。你信不信是70%反对，以前70%赞成，民意翻转的很快，因为内涵改变了啊，没有一中各表的含金量，所以卓冠廷他们一定会往这个你认92共识。你看郑丽文讲的话，卓冠廷他们不往死里打，他们一定打。好，不要讲说92共识往死里打。郑丽文是在我不知道在参选过程在台南还是在哪里，他不是直接讲说在未来，他说国民党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要让未来他很自豪的让所有的台湾人都很自豪的说我是中国人。对，一个是92共识主张。你相信我，未来民进党往死里打，一定会把这句话大概天天放给你听，天天放给你看，那你们怎么办？这个票就会。他虽然有前言后语，还有讲怎么中华民国才是正统什么这样对不对？但一般人没有人会去顾虑那一段啦，一般人就直接告诉你，他就是说他很自豪，甚至没有前言后语。他前面讲，因为柯 P 说蓝绿都是垃圾，那你比蓝绿还烂，那你就比垃圾还不如。对，就是没有人会管说蓝绿都是垃圾这一段，只讲垃圾是嘛？你就是垃圾，比垃圾还不如。好，那同样的，
台湾人、中国人就是2选1，没有什么政治没有前言后语，都是据点，都是据点啦，政治啦。他们一直打你们这句话，一定这样打，那怎么办？我们票会变少，所以他看他有什么说法？不，郑主席有什么说法？因为现在统派集结力量很强大。然后，而且民进党也不是好东西，他在韩国瑜跟这个民进党的人，你们不用鼓励，你们党中央不用鼓励，你的选民的政治性格真是敏锐啊！我民进党，请问你韩国瑜跟郑丽文跟那个卢秀燕谁强？当然是卢秀燕比较强嘛，但民进党就会灌票灌给韩国瑜，好不好？你信不信那个民调？你说如果初选的话，如果初选没有排率，请问你民进党的支持者会投给韩国瑜还是投给卢秀燕？你们觉得这是一个常识的判断？在你节目我稍微小平刚刚讲的意思也是，似乎看起来的话也不变成当然卢秀燕还是占优势，但韩国瑜的机会也是有的，因为这个变局出现，我想表达是这个。我觉得这代表是国民党内欣赏的典范的改变。过去从马英九到历任党主席，他们一直想要摆脱的是他们是中国的国民党这件事情。中国国民党是台湾的中国国民党，上面想要亲近的，不然马英九不用跳出来讲我是新台湾人什么喝台湾水啊，吃台湾米啊这种话。可到了2016年，大家不要忘了洪秀柱。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就好：洪秀柱在2016年的实力跟现在的郑丽文在政治实力谁比较强？洪秀柱当然是洪秀柱，比较强。当过这么多的职务，在地方的历练，赢过这么多场选举，党内的辈分。可是他当1年的时间，在国民党内发生什么情形？只因为他言论相对比较轻松一点，党内各个派系群起，那讲一中同表了，总统候选人。对，所以这代表是典范的改变。就是说这一次郑丽文的胜利，我觉得国民党内现在分2种的。我简单讲，我旁观者，一种是。好，我们就看郑丽文怎么做嘛，但是还是严守中华民国，然后甚至说大家可不可以看怎么样让党中央方向可以往正确方向走。可是另外有一部分人把它当成是中国 VS 台湾中国的胜利，中国派的胜利，而这个战场是郑丽文选择，不用我们去打啦。你们是选举的时候自己把它当成你们重要的那个选举语言都中国人，是你们选择战场，代表国民党的人认为，至少有一部分的人认为。打我们是中国人这件事情，在台湾是有票房。代表国民党的人认为，至少有一部分的人认为，打我们是中国人这件事情，在台湾是有票房。那接下去就看了嘛。接下去因为这是党员选举接下去明年的县市选举，这不是我讲今天媒体就有写说国民党的人私下在各地抱怨说明年蒋万安被问到你是不是中国人，你要怎么回答？就这些问题不是我们不是因为除了刚刚你讲在选前，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国民党4大直辖市长是除了卢秀燕没有明确表态。台北市长蒋万安、郝龙斌，新北市长郝龙斌、侯友宜，桃园市长张善政，全部都跳出来力挺郝龙斌。对，我不知道他们那时候是不是大家都闻到一个味道，那个选票的局，因为好了，礼拜5、礼拜4、礼拜3那天，上个礼拜我们在节目里面，将军你说谁会当选？郑丽文。郑丽文。礼拜5的节目的时候，我们在所有的来宾里面私下，包括不管国民党所有的人，因为大家会看到民调，看到地方上所有年问谁会当选，郑丽文，而且几乎就告诉你不用有什么悬念。那既然是这样，可是3大直辖市长还要站出来力挺，就表示那个立场，他们会不会担心会因为立场的问题，或是因为党的整个形象会不会变成比较轻中的问题，会影响到2026，会影响到2028？我觉得这个一定是要选举人会。将军在每一次都要问你，来出身自国民党，现在看到国民党的党主席郑丽文，他曾经是民进党，他也自豪的说，收拾民进党就是要靠他，因为他来自民进党，对，他知道民进党太好收拾了，对，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吗？其实郑丽文当选，我上礼拜就讲，我说应该没有问题了，应该没有问题，因为我讲过，地方一票黄复兴的都挺他，黄复兴是国民党党票的最大宗嘛，所以一定挺他，所以你看大家可以看看郑丽文的当选党主席之后，你知道这是对岸的，它里面冲上热搜第1名是什么？我是中国人。就郑丽文说是我是中国人，到底为什么对岸会这么高兴？因为他是源自台独的，他是独派出身的，
独派都说我是中国人，你看这多有说服力啊！这多有说服力啊！然后我要告诉大家，大家应该不会想到国民党是个独派的政党。国民党不管是蓝统红统，反正国民党是统派的政党，它是中华民国统一中国，或者是被红统，我就尊重他们。可是绝对不会有人把中国国民党跟独派画上等号嘛，这绝不可能嘛，势不两立嘛。可是各位，中国可以怎么讲？你知道吗？中国国民党连这个独派的郑丽文都收了，所以表示连独派都想要统了。所以第一名呢，好，那我刚才冠霖讲说，地方的议员对于郑丽文主席好像影响不大，错了，影响大哦。你知道为什么吗？一个位置一个区不止一个人，不止一个国民党选我们那一区光是国民党7个人7个人要分统的票，那我告诉你，一个都不会当选，所以一定会有些人会跟他切割，我要走我既有的路线，我统的票要啊，我浅绿我也要啊，我才能够一个区里面有7个国民党的议员，你想想看，国民党那一区会有这么多票吗？没有嘛，除了赞成统的以外，还有部分人觉得这个议员还不错啊，至少没有那么统，所以我还支持你，虽然你是蓝的，可是如果郑丽文往这个议员的台上一站，就统啦，然后大家一起拉起下面字的手，我们一起高喊，我们是中国人。我告诉你，走一半。假设那个议员上一次2022选举拿个15000票，可能剩3000票，支持统的就那么多人啊，而且支持统的3000人还要分7个人呢。那你拿了这3000票，你掉了1万多票。将军，如果这样讲，小平刚讲说，就看他们未来的郑主席怎么样去诠释刚才讲那个"把我是中国人"这句话要做什么样一些的诠释。然后，因为大家都知道，选举赢不了，不要告诉我政党有什么立场。大家都知道，政党要靠选举要赢，那最好要赢到总统大选才能够贯彻政党一些理想，一定是这样嘛？郑丽文难道不知道？也许他是在选战要选党主席的过程，他会这样讲啊？你觉得他等到当了党主席以后，他还会坚持一路这样讲吗？不要做得稳，主席就要改变。对，小平这样讲啊，小平哥讲的对，但是当时洪秀柱这样讲一中同表，结果是谁出来记起？朱立伦呢？朱立伦出来把洪秀柱换掉之后，他砸下他的政治生命，衰到今天呢？那请问谁要出来解决郑丽文？那唯一啦，我刚跟小平哥开个玩笑，如果真的是文昌配我们刚玩运动会，我跟冠廷跑了很多运动会，有2人4角，有没有？2人3、2人4角，他们是2人4党。郑丽文跟黄国昌分别代表4个党。哇，对嘞，2人4党现在国内所有的党，他们2个都包嘞。对不对？还有对面的说5个党，对的，两人5党，还共产党，对，就是黄国昌说，我以前时代力量主席，我现在是民众党主席，郑丽文说，我以前是独派的，绿的，我现在是蓝的主席，对，刚加个红，2人5党，哇，天下无敌啊！我想，如果2028年真的是文昌配天下无敌，好，这开玩笑的事，这绝不可能。有没有红的我不知道，但是2个人他们确实他们曾经你们把卢秀燕跟柯文哲放在哪里啊？对，卢跟柯在于太高调怕被关，卢在于太低调怕背锅，所以2个人都有他的罩门在。那我讲路线还有两岸是郑丽文目前要厘清的。第一个，他的两岸政策是什么？以前国民党很简单啊，就是这一中各表嘛，这个什么亲美合中，有路合中亲美什么一大堆，反正就是都包嘛。可是现在郑丽文的两岸出来是什么？不反共不反中，不反共不反中，这连一中各表都不是，一中各表是反共不仇中，一中各表是反共不仇中，我反共哦，我不赞成习近平的那个什么共产党，但是呢，我不仇中国，现在是不反共也不反中。但是表示什么？你知道？那不就一中同表吗？那不就是洪秀柱讲的一中同表？这个对他来讲很危险而且习近平给他的贺电，他回复是什么？你知道？民族复兴。对，一中各表民族复兴，一中各表，习近平会舍去，当作看不到。他要的是民族复兴。这个民族复兴代表什么？被统一但慧珍是讲白一点啦，就是国民党整个立场未来能不能被台湾人接受？讲最白的就是这几个大字。对不对？因为这个能不能被接受，牵涉到刚刚讲2026，
再来就是2028，我跟你讲，在礼拜6以前，国民党几乎共主，未来的共主就卢秀燕了。是，结果到了这个完以后，刚小平这样，韩国瑜的机会也出来了，或者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就因为郑丽文在竞选过程当中，第一个他表达的立场吗？第二个，当赵少康讲有没有老共借选这些疑云摆进来的时候，又会变成是这个样子吗？以郑丽文现在来讲的话，好，媒体上面还有几个，这个 TVBS 的一个报道。所以蓝营内部讲说，缺乏战功的郑主席能服众吗？蓝委会不会另立党中央？国民党最重要的几块，一个在立法院，立法院最大党，对，另外一个是党主席。如果立法院最大党傅昆萁这一仗，请问傅昆萁这一仗挺谁？挺郝龙斌，挺郝龙斌。那当然，傅昆萁有讲说磨合没有空窗期，那攀跟党中央建沟通的桥梁，然后呢，要郑丽文回娘家，用120块的便当表最高敬意。要沟通桥梁，就表示大家还是要有个桥啊，是要沟通啊，或是如果要是委员或议员觉得你的立场如果对我的选战不利，那我们就自己媒体上形容叫另立党中央，那我们大家就自己玩自己的，你另不出党中央你就惨，会这样吗？小武哥，我觉得我先跟大家讲一下今年应该从2024年开始，他叫一个九子离火年这个九子离火年到2043年有一个特色，旺中女。什么叫中女？中年女性，好不好？所以这个郑丽文的奇迹跟这个我们中国的一个风水啊，这个其实有一个这样风水传说，我觉得好像有点看起来好像有点这样相吻。第二件事情我们说郑丽文是几万票获选的，赢得6万多票。那整个蓝营的这个泛蓝的支持者在总统大选的时候大概多少300多万嘛哈。那国民党的一个党员大概多少30几万嘛哈。所以换句话说，一个在整个蓝营的支持者里面只有2%多的一个郑丽文，他竟然赢得了。整个党主席的选举，然后掌握这拥有300多万的400多万，400多万，上次国民党是400多万，400多万，543嘛，543，400多万，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你知道吗？而且重点是他只有花1个月的时间，中国就写下这个记录，什么样的记录呢 ？Queen Maker，我透过什么写下这个记录的？我就透过 AI。然后我就透过我那个上报有一篇报道写得非常好，他说他们是在9月的时候，认为这个郑丽文有比较明确的讲出我是中国人，而且未来我会让我们台湾人都非常骄傲的讲出我是中国人。他们说这个郑丽文感觉不遮掩没有拿下这个遮羞布不在那边跟你那边掏来暗去直接就告诉你我是中国人，所以和轨同拍什么叫和轨同拍第一个反台独。第二个反美国介入，第三件事情表明我就是中国人，推进统一。所以刚刚那个冠廷才会讲以前都是讲谋统一现在直接讲推进为什么自己人嘛，我们都是同个 team 的，我们就是同个 team， 我下达指示你去执行，所以叫推进统一。所以非常明确的一件事情，中国这一次透过 AI 还有它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系统。台企联，我以前在跑那个财经的时候，有一个大老板跟我讲过一句话，在2008还是07年的时候，他说，以前他们这些在中国有投资的大老板，国台办会把你找去，然后找去之后就把《中国时报》打开来，那个谁不错你们可以赞助一下，这个4版好不好？4版广告好不好？然后一通电话就可以打到。就是相关他所友好的媒体里面，所以这代表什么意思？当中国已经认定，我花了20几年，我以前打台湾不如买台湾，我花了20几年，透过买办文化想要买台湾，买个老半天，你们这些人赚得盆满锅满的，但台湾人的民心离我越来越远。我现在不买台湾啦，我现在直接怎么骗台湾？我现在不买台湾啦，我现在直接怎么骗台湾？什么叫骗台湾？哇，我只花了1亿多，我竟然用2%多的动用2%多的这样子的个党员，我可以影响拿到这个方向盘，什么方向盘？上面再一个400多万泛国民党选民的方向盘。
这代志就大条的呢。你们还在讨论党会不会不出怎么令不出党中央？整个国民党哦，很多俊杰啦，什么俊杰？识时务者为俊杰。你每一个选举，你在跟我谈理想，你在跟我谈什么？你票，你没有票啊？你如果不讲你是中国人，你没有票是吧？好，你不讲中国人，我让你连钞票都没有。选举总要钞票吧？你没有斗内，你怎么选？你没有这些那个企业家，你怎么选？你没有银弹，你怎么选？所以我跟你讲，不要小看这个力量，这个力量是很可怕的。那当然有人开玩笑嘛，就刚刚那个 T 台的一个新闻啊，就是说什么有没有可能另立党中央？有人就私底下讲，这是旺旺台跟 T 台2大媒体的战争。结果现在旺旺胜出了，旺旺之前韩国瑜那一战 Kingmaker 是没有成功，这一次 Queenmaker 先从党主席开始成功了。当然不知道会不会问鼎那个2028有没有可能？可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他们是握有所谓的不管是不分区还是相关的提名权。现在如果到2026这个位置的话，他就开始跟你谈啊。大家不一定会尊重郑丽文，郑丽文没有什么选举赢过，好像只有国代赢过，而且听说他赢的票还输给小平哥，应该是吧？反正就是他那时候只有赢1万多票，小平哥好像他还是民进党的吧？对。所以呢，在国民党几乎没赢过，在那个士林北投大同那个区，国民党还没有赢过。所以换句话说，大家会因为尊重郑丽文而听他的话吗？不是啊。但谁不知道郑丽文后面有谁啊？现在这才是麻烦的地方啊！小平哥的名言啊，一个嚣张的女人后面有一个伟大的男人，然后我的另外再加个下句话，一个可怕的女人后面不止一个男人啊！现在的情况是，大家会怕郑丽文后面的不要说党啦，但是应该也可以说是党。确实，因为他表明了我就是中国人，所以我觉得可怕的是这件事情。本来大家都说，那个王金平应该是挺郝龙斌的啊，可是到后来你会发现，好像又有一点没有那么坚定的挺郝龙斌，因为郑丽文后面的力量会告诉你，你要站在我对立面吗？你要站在我对立面吗？那请确保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你在中国没有任何的投资，你跟中国没有任何的渊源。啊，你要站在我中国的对立面吗？那请确保第2件事情，那确保你的一家除了你之外，你的一家大小都要平安哦，不要跟我中国有任何的高产。我跟你讲，我觉得郑丽文，我觉得很荒谬的一件事情是，我特别去调出政大的这个相关的统独民调，真正支持极统的在台湾只有1.1%的人，在今年7月份的时候啊，支持极独的还有4.3%。但现在让我觉得非常偏统的有5.3%左右，所以换句话说，整个统派在台湾的立场竟然是不到7%的。但是今天竟然是一个看起来应该只有7%的人会支持他的一个郑丽文，却可以拿下整个国民党的一个支持。当然你会说那是因为党员投票怎么样，那不管，这呈现一件事嘛，你们国民党催不出中华民国派的人嘛。你国民党的正蓝军催不出来嘛？我再给大家提供几个数字，你看到你这边发麻永远维持现状是34.6%，先维持现状之后再说的是26.5%。你觉得郑丽文是很少数吗？我跟你讲，他只要讲一句话，国台办不要讲国台办，习近平出来挂保证，如果一旦2028年是国民党的候选人胜选的话，我保证在我任内，台湾永远维持现状。完了，为什么完了？我刚刚讲永远维持现状的是34.6%，加起来50几%。对呀，还有先维持现状26.5%，就算里面骗一半好，超过50%啊！那你会说有那么傻吗？那么容易受骗吗？嘿嘿嘿，还真的很容易受骗现在情况就这样啊，因为长期以来蓝军里面温水煮青蛙。我每天都在坐计程车，我每天坐计程车里面，计程车司机听的都是 TikTok， 有的就是什么小红书啊，有的是说故事，然后有的是什么，然后到选举那一阵子，真的很多都在听郑丽文，就是 AI 主播在讲郑丽文。他们现在很可怕，他们老共发现到一件事，我不用透过你国民党了，我已经直接接触到泛蓝的选民了。可是好。
到底这个过程当中，在未来你可以知道，一个国民党的党主席选举虽然是在野党，但是他是最佳在野党，他是立法院第一大党。党主席刚刚来宾都讲了，那立法院未来立法院不分区的提名，对，党主席有决定权。那所以未来国民党，那如果要是郑丽文一路照他的任期，如果到2028他要提名的不分区的话，会提名是哪一类的？会对整个国民党的走向到底会怎么样？可是这中间在竞选过程当中，一直有一件事，甚或刚才慧珍最后讲，老共的手会不会真的已经可以直接？几乎不用透过什么政党这些，我可以直接透过一些媒体 AI， 然后我是不是能够真的接触到我想设定的选民，所有这些人未来会不会这样？任俊，这就老共有没有在这次介选？赵少康那时候出来开记者会，讲得震天尬响。当然他说他没有指定什么样的人，但是在这一次媒体后来今天出来另外一篇，就是告诉你，解放军有一个很神秘的网络空间部队。然后在这过程当中，他们是不是真的有做一些什么样的事？真的有吗？这个先讲一下，刚刚提到这个解放军的网络空间部队啦，它是独一个解放军下辖的一个单位。那比较特别就是说，是由中央军事委员会去直接领导，也就是不在它的这个陆海空军的这个编制里面。其实国内也有类似像这样的一个单位。以前我们是通知电军嘛，那后来其实也是独立出来嘛，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因为它整个主要负责是这个网络空间跟一些讯息安全、攻防这些东西哦。但我其实觉得会不会动用到解放军的这个网络空间部队，我个人是比较保留啦，因为毕竟这个层级太高，如果对国民党的党主席选举需要完成这样，那玩到最后只玩出一个39%多的投票率，也不到40%，那这个部队看起来也蛮辛苦的啊。所以我其实觉得。因为老实讲，这个为什么会跟中国扯上关系？即使今天大家一直怀疑说有境外势力或什么的，大家一直在消毒，但是我觉得这些出来指控，包含赵少康，包含其他人的字里行间，直接明白讲就是中国介入嘛。甚至有讲到说用什么比较低价的、廉价的 AI， 然后下去做这些事情啊。所以你说有没有他的这个网络空间部队去介入？我不敢说都没有啊，但是不是作为一个测试？那过往我们在做演习的时候，那个车站的被更改啊，那个车站的跑马那个看板被更改，然后便利商店被更改，我觉得那个反而比较像是这样一个大规模，因为它需要发动的是多点的共同突破嘛啊。其实你说郑丽文今天当选这个国民党的党主席，我觉得没有意外啦啊。但是如果不到40%的投票率，郑丽文在里面拿到了50%的得票，就等于国民党党员他拿了2%嘛。那这个党主席有办法带动整个的党吗？我个人是觉得，我就是党主席啊。是啦，没有问题呀。谁会管那个？那你们不来投票，然后结果后来说我只拿到了整体党员的2%，不公平，我就是党主席啊！我真的必须讲，他就算拿到1%也 OK， 我也是啊，因为他是党主席。对啊。可是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赵少康会丢出一句说你的路线要调整，否则你会令不出党中央？郑丽文当然否认嘛，因为他还没下令啊，他还没有令的这个发生嘛啊。那所以其实我回到就是说，他是一个弱势的党主席，他今天一直在强调2028。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忘了，还是刻意的漏掉。还有一个战役叫2026，那个更直接嘛。2026是直接会检视你讲说你要那个黄国昌还打电话给你说我们要联合政府，讲的听起来是2028，可是黄国昌也明白的要的几个县市是冲击国民党的2026吧。郑丽文反而不谈了。那2026这一战对国民党不重要吗？如果各个这个地方的这些这个诸侯们啊，完全不需要依靠党中央，你觉得他们打完2026之后还会听郑丽文的？我才不相信呢啊！所以你说这一次，像刚刚大家如果发现冠廷跟这个小平所着眼的地方，光习近平贺电就不太一样。因为冠廷着眼的点是说，这个习近平讲说要去推进这个所谓的国家统一。他认为过去没有讲推进嘛，那你有没有发现，刚刚小平一大段在讲那3个字叫中国人？我到现在也很好奇啊，因为我特别找了一下，大家也可以找一下嘛啊。从这个除了那个江启臣没有拿到习近平贺电之外啊，那其他的包含什么前面的洪秀柱、吴敦义、朱立伦、马英九，国民党其实第一时间都有公布习近平贺电的照片，就那个文案嘛，这不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啊，甚至连就包含到这个啊，你看像这个是洪秀柱当年的，
这个都有出现嘛，媒体上都找得到嘛。你看，像这个是洪秀柱当年的，这个都有出现嘛，媒体上都找得到嘛。到今天为止，郑丽文的贺电是口说，没有这一个，连回也没有拿出来，没有啊，到目前为止有人看到过吗？包含到过去马英九谁去回他的时候，也都有，就是我回去正式的函，到现在没有看到啊，一样没有看到啊。这是当年朱立伦的时候，他们的这个党中央的回啊。这个都有公开啊，那时候不是大家在吵说啊，你们刚下中华民国就110嘛？可是习近平的那一句话讲推进国家统一之前，他的前面的那一段话是什么？他说他要期许是郑丽文能够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跟底气呀。郑丽文呢，中国人那3个字，习近平放进来了，在这之前每一份里面我全部比对过，没有中国人。他现在放进来，郑丽文的回，你讲了我就放进来，不是很正常吗？哎，对啊，那问题就来了，对啊，是啊，你讲了我放了嘛，对嘛？那你回我什么？国民党那几个刚刚那个冠廷讲的那个哦，说他们这个整理出来说几个国民党的回应啊，这些东西哦，说实话就是文字游戏凑来凑去嘛，但是郑丽文没有回答中国人的这件事，他一样把92共识拿进来。你总不能告诉大家讲说一个中国可以各自表述，一个中国人也可以各自解读吧？郑丽文怎么说？郑丽文说92共识到目前为止还是不足的，如果有所调整，他愿意去见习近平吗？我问一下小平嘛，朱立伦想不想见习近平？每个都想见啊，不管你中华民国派或是统一派，对嘛？吴敦也想见，但到最后不是你想不想见的问题，是习近平要不要嘛？他不见得要见你。对，那现在问题来了，郑丽文，你有没有回答习近平的答卷？你有没有回答这件事情？习近平他会知道推进国家统一进程的这件事情，其实现阶段难度很高嘛。但你前面跟我讲中国人了，你现在不和我回答，我觉得那才是真正的困难点的地方在这里啦啊。所以你说郑丽文今天说跑去跟这个黄建豪大家一起会面那立法院就是每一个大家都要骂对，那个傅昆萁还说今天展现最高的诚意是120块的便当，对，他说以前都吃80我真的觉得副总统你也了解一下现在民间对啊，小平都笑了嘛，立法院哪里买到80块的便当啊？可能他买得到啦，一般民众看到这个会觉得厉害那些会光下。可是郑丽文特别跑去摸头，摸了黄建豪的头，可能因为他有身高的优势嘛。黄建豪的讲法是他来看到我有白头发，特别关心，那也不用到摸头的程度。我不知道国民党跟民众党一起摸来摸去，不是就直接在选前就说他从来没有摸头 OK， 没有给他8头，还好。小平得1分，可能本来想法不一样，不是，这就是问题嘛，这就是问题嘛。我其实觉得郑丽文其实还没有准备好怎么面对担任党主席的这件事情。如果你今天这个时间一直往后走，我只能讲就是说对于国民党来讲，其实已经很多人不看好郑丽文了。我没有要唱衰他，因为郑丽文现在所有被质疑的东西，是国民党的人直接把这个桂冠靠在郑丽文的头上，跟外界都无关这个桂冠郑丽文想要自己拿下来，没有办法的。虽然他必须要解释。但是现在就回来是国民党多少人希望他把这个桂冠拿下来，台面上的我觉得就不用那个场面话就可以不用说了。范老师，这一次国民党这主席选举显然是国民党历届主席选举里面，我不知道是最后的结果让大家觉得最讶异或者什么，因为包括党主席是曾经是民进党员，曾经是独派，包括这过程，所以特别受瞩目。当然我刚刚讲更受瞩目的是未来所产生的这些演变，是只要喊出拉下赖清德、收拾民进党，然后能够展现出那样的好叫霸气好了，然后就可以赢得蓝营或是泛蓝系统所有人的心了吗？我觉得没有那么容易啦。我这两天就是说，我遇到陈学圣在某个节目上，他就说，我们只要把这个今年大罢免这个气势，讨厌赖清德，一直推到2028年，我们就赢了。那有这么简单吗？
这次大罢免没过的这些选区都是蓝大于绿的。如果你真的认为这样就 OK 的话，那我也没意见。而且到最后一定是，当然我们看到从去年的总统大选，国民党或柯文哲打的就是和平与战争嘛。那赖清德打的是什么？是民主与独裁嘛？你要他这个蓝白就说，你支持赖清德就是战争啊，支持我们就是和平。那赖清德打的是说，你支持蓝白，那就台湾就是没有民主了嘛，就独裁。那看来还是赖清德这边比较有说服力。然后我讲还是萨卡都哦，如果是1对1，那就会更不一样了哈。所以我觉得台湾民众还是认为民主政治还是很重要。我觉得台湾人对中国的恐惧还是相当高的。这个是很难改变的。过去是民进党指控中国介选，国民党说没有这回事嘛，你们在造谣生事嘛，对不对？那现在变成赵少康跟郝龙斌自己都承认了，那你不是等于那以后民进党就说不是我们说的哦，是赵少康说的哦。对，所以你看那个赵少康那个被取的那些外号啊，说他什么他康青鸟，对啊，他什么青鸟啊，对青鸟还有八囧话，对啊，他说他是八囧啊，所以就变成说他蓝营的人把他当成说你就是民进党的同路人了嘛，你都已经证明了，那以后民进党要骂中国介选，这当然有理由的嘛，有底气的嘛。但我要讲的是说，这次啊，这个郑丽文能够当选党主席，而且这么高票，我觉得是天时地利人和。第一个天时，礼拜天投票天气很好，礼拜六投票天，如果是今天投票那就不得了了。而且有人说，如果投票率高，有对郑丽文有利；投票率低，对郝龙斌有利。那看起来投票率还蛮高的嘛，30%将近40%。你看算不错的啦，算高了，党主席算高的了，算高。第二个，他说这个有上报在报啊，说中国是在9月份开始决定要支持郑丽文。为什么？9月3号还记得吗？中国在北京进行天安门大阅兵80周年抗战胜利，当时郝龙斌批评他说侯友宜你不应该去，你去等于承认抗战是解放军打的，所以这点让中国非常生气啊。所以我觉得9月这天时嘛，地利就是刚刚讲过铺天盖地，哇，上千则影片中国用了各种方式，刚刚讲说有没有上亿元，或许有啊，在人和他就是获得哪些人支持？黄复兴不要讲，黄复兴对朱立伦恨之入骨，恨死，所以他们就是解散了黄复兴，对，恨死要解散黄复兴嘛，就反朱派支持郑丽文，还有谁？连家，大家不要忘记。郑丽文是2005年被连战，他是党主席把他邀请来担任这个发言人，后来当文传会主委，还当上部分。他就是联系的，很简单嘛，不用。而且今年的中秋节，据了解，连胜文是有去福州参加两岸的中秋那个活动，谁去了？国台办主任宋涛。据了解，宋涛很关心台湾的这次的这个国民党的这个选举。好，再来你刚刚讲王金平对不对？本土派，本土派认为说，哎呀。你这个郝龙斌对不对？你这个不够接地气嘛？不管怎么样，郑丽文是哪里人？云林口湖乡人，台南长大，他虽然他是偶尔韩籍，他也讲得很不错啊，他很多也是连本土蓝都支持他。你说这个邱义胜，这个桃园议长，他也支持他，就他不是只有黄复兴，他连本土蓝，还有投票前一天谁出来挺他？马英九，马英九写毛笔，写一个，郑丽文在后面，这话让我想起了当时孙中山坐前面，在黄埔军校，蒋介石在后面，对，还把两个人马英九操作弃罗保证啊，对啊，最后一个，做罗志祥没了，罗志祥本来应该算是马英九嫡系，对啊，就表示马英九直接押宝郑丽文，所以有人讲说，其实那个弃罗保证的票确实有发酵，他可能多了5%以上，然后再来另外一个就是同样被大家列为算统派型的，像张亚中这次的票。完全就抓走了，上次6万，这是2000，全部差了多少？干干净净，所以你看嘛，郑丽文站在马英九后面，就好像蒋介石站在国父后面，孙中山后面嘛。还有一个人也厉害，就是那个宋楚瑜嘛，宋楚瑜站在蒋经国后面，还指着他指着前面看，表示我指引着蒋总统往前走。对，我这是承接嘛，这郑丽文就是这么多派系都挺他。我问你，郝龙斌怎么玩？你就只有一个赵少康嘛？但范老师，我们讲最实际了，在未来对整个国民党走向，当年要讲说大家会不会担心国民党会太过亲中，甚或直接用红统这个词，郑丽文就跟你讲，那根本是个假议题，不要扣他们这些帽子。你觉得这是扣帽子吗？不是扣帽子啊！你看他们，你说郑丽文会有提谁当不分区？我告诉你一个人，很有可能
就是欧桂芝嘛，老师北女的苏仲文老师嘛，他在他们投票前一天，国民党最后一场的这个辩论，他讲什么？30年来台独教改，还有108课纲造成一代一代的天然独，而且品德与竞争力全面下滑。你们候选人要不要把108课纲全部改掉？每个人都说不但要改，而且一定要改。欧桂芝，我问你，他是不是这个立场就是国民党支持者的立场啊？他说要不要修改两岸条例？否则现在民进党拿着这个条例不断限制两岸交流，你们要不要改？他说统一是国民党的目标，国民党要放弃吗？走亲美只会造成台湾被掏空。OK， 两岸和平不谈统一就是独台。你国民党要走独台，你跟民进党台独有什么不同？这就是国民党这次出来投票的人他们想法。那我问你，可是这跟台湾主流民意一样吗？当然不一样啊。可是现在就没办法，所以我觉得，郑丽文在这场辩论他讲什么？他说不能永远维持现状哦。不能永远维持现状，那就一定要选择一边。对啊，那不是独立就是统一的意思。所以我认为他如果再讲出统一，我也不会意外啊。郑丽文在这场辩论他讲什么？他说不能永远维持现状哦。不能永远维持现状，那就一定要选择一边。对啊，那不是独立就是统一的意思。所以我认为他如果再讲出统一，我也不会意外啊。他现在讲是我是中国人嘛。政大学员刚刚讲政大学员民调最新的民调，对今年应该说今年6月，认为这是台湾人，而不是中国人。我讲这有排斥性哦，62.9%，将近63%。说我是中国人是台湾人的话是23%。说我是中国是30.5%，说我是中国人的只有2.3%。好，我说是中国人是台湾人，我都算给你国民党好了，也不过32.8%。你怎么去跟台湾人的62.9%？那我觉得这国民党来讲，你是到底要站在主流这一边，还是你要逆主流？但是我觉得现在全世界就走向一个很极端的对立。OK。你看为什么这个高市早苗可以当选首相，明天可能当选哦，他是极右派啊。你看为什么川普现在跟民主党搞到已经水火不容了，派军队去这个抓那些非法移民，他不在乎啊。然后你再看这个韩国总统李在明这么的亲中，然后现在韩国人民是这么反中，台湾人去韩国旅游，现在去手要带一个我不是中国人的牌子。韩国这个亲中反中也积极对立，我认为台湾也会走向这个就是中国亲中反中的对立，而且我觉得现在看起来郑丽文没有在怕的，他的底气来自于北京。我补充一个东西，我觉得很有趣哦，就刚刚其实范老师讲的对，就是认为自己是台湾人的认同度高达62.6%，快63%。那为什么赖总统的一个得票其实只有4成？对，就是说。我觉得怎么样把这个认同变成是你在投票上的行为很重要，不然你这样大概有差2成多的一个 gap，所以这2成多的这个 gap， 他们认为他们自己是台湾人啊，但是为什么他们在投票的行为上，好像不知道是偏国民党认为我是台湾人的也投国民党啊，也投民众党啊，这20几%就这样来的。是，所以我觉得郑丽文如果这样讲，其实很有趣。你看郑丽文不是得6万多吗？是我刚刚讲，就是说300，就是200多万，对，其实就快要2%。所以换句话说，我们现在是被这2%的人，不是我们啊，就他们啦，他们被这2%的人声音变成是有影响到。我讲，你刚刚讲一个62%，将近63%是我台湾人，赖清德得40%。我认为这23%其实就是民众党，因为我认为小草很多是年轻人，他们其实是有本土意识，所以我必须要讲，如果郑丽文真的亲中的话，柯文哲看到我赚到了我就可以跟国民党有品牌的这个区隔了嘛，我就抓住一个，你往右边走，他就往中间走，对，端你中华民国派的老巢，对，甚至可以做这个事，他可以把那23%的台湾人的认同人拉过来巩固，我还可以拉到一些。中间偏蓝，来把它拉回来。就无论如何，无论代表性好或不好，这都是国民党内亲中派的胜利。如果把国民党大概简单分亲中不反共，算是郑丽文这边或支持他的人比较像；另外一边可能是和中，可是反共，怎么样都是亲中不反共的这一派赢了。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要回答5哥刚才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赵少康他跳出来讲说中国介选这件事情会引发国民党，尤其是蓝营支持者这么大的愤怒？我要讲我的看法。国民党的支持者，无论是浅蓝或深蓝，
会不知道老共在历次台湾中华民国的选举当中有介选吗？其实都知道，都知道，非常清楚。老共你说在选前的时候发表一个声明，对谁有利对谁不利，还是说网络上的公示，还是说某一个对商人的看法、对商界的看法，都会影响选情，这就叫借选。我只能讲部分深蓝的心态，在过去老共借选的时候，因为他们借选得利的叫做国民党，而对民进党不利，对，所以他们选择去否定这件事情的存在。有很多深蓝真的是这样，他们怎么可能不知道老共的借选啊？只因为你打击到的是民进党，所以我们就说对，没有借选。那这一次赵少康他是戳破这整个谎言的最关键嘛？这是为什么我想关键，不是为了谁赢什么政党而已，是全台湾人民要搞清楚，老共是会借选的。当你有一天他跟你立场不同的时候，哪怕本来曾经跟你们合作，他也会借选之后打击你，而支持他想要支持的对象。所以赵少康他们惊觉不对嘛，他们出来跟大家呼吁说中国人民就是说老共不要再借选了，然后去点出了借选这4词。可是这个点出来会变成什么状况？这个点出来之后，其实大家就变成不能去忽视这件事情了。以前当所有民进党或者是部分的学者出来讲说有借选的时候，被他们怎么打的？他们说什么有被害妄想症啊？他们说什么这个事情是假的啊？说什么我们自导自演的？可是老公就每天在做这件事啊！我觉得国民党的支持只要想一件事，我最后要讲的，今天他可以为了要支持特定的人借选，哪一天如果你就算你说你要维持现状，你只是不支持民进党，你要维持现状，他可不可以为了要统一，或者要积极统一，或者要武统台湾，而去影响所有这些支持者？这是有可能产生的，所以我觉得影响很大。小平这次选战可不可以这样？对战斗蓝会不会伤到？当然是大伤。可是我也这个传讯息给郝龙斌呐，就是因为我很认真帮他了。我们中正万华是赢的，是赢的，四个票都赢。那台北市是输了几百票了哈。但我们力量有限，可至少把你弄赢也就尽力了。好，最后一场造势700-800人，我大概动了500-600人啊。最后一场造势在好。那我先回应一下啊，就是借选这个时候，每一次借选得利一定是民进党。从2000年的朱镕基的文攻武吓开始，哪一次不是适得其反？只是因为蓝绿对决，他借选一定是民进党，包含周子瑜是不是借选？谁得利？我们输了300万票，2016的朱立伦啊。可是这一次不一样，这一次是我们党内选举，有很多人喜欢老共的，你知道那情况是大部分土壤不一样。好，党员结构跟泛蓝支持者也不一样。请问你入党缴300块，是不是有很强的动力？当然是深蓝比较多嘛。我再讲个数字哦，老共好，我讲哦，我们国民党的支持者有做过民调哦，反共的43，然后这个不反共是26哦。国民党中华民国派还是比亲共派大哦，可是党员不是这样，好不好？党员可能55或怎么样，好不管。那今天对习近平的调查，习近平最不好的就是不喜欢他是70，喜欢他是10几，对不对？那现在川普讨厌他的，以前喜欢美国的是绝对过半，讨厌川普的他对我们不好，台积电去。那因为每天都在变，但结构要先弄清楚。好。所以再回到这个题目，郑丽文啊，怎么何去何从，对吧？然后赵少康讲的话是要参考，赵少康是被赞助人受伤，那我跟郝龙斌传讯息说，大家要鼓舞士气，还是要当中流砥柱，然后还把它组织化，把战斗蓝，然后中华民国派这个主权的这个观念，还是要派系，还是要存在战斗蓝的好。那赵少康说选票在台湾，事实吧？选票不在，是啊，我们的自选只基于台澎金马，对吧？也没有海外投票都没有。好，这是赵少康说这个话。然后请2句话讲完，他接下来他要怎么走？我说郑丽文，第一个是不是重新定义中国人是国籍还是什么？因为中国人、台湾人这个很笼统，这个很重要。我刚刚已经讲了。第二个，第3次定义9·2共识。第1次孤汪会谈定义的9·2共识，那是我们是神兵利器，倚天剑屠龙刀，把你们打得屁滚尿流，把民进党。但2019 1月3号之后，定义9·2共识没有一中各表的含金量，只是两岸和平统一、国家统一方案，那是70%反对。那所以如果你使报70%反对的这样的一个9·2共识的第2次的诠释的话，那是被习近平诠释了，好不好？你是很辛苦的。所以第3次2025的定义9·2共识要有一定的含金量，我们不要求你太高，要有，因为你比较偏那个统，
你那个我们也不是那么难相处，中华民国派我们就跟你决绝，不会。大家各退一步，中华民国派跟统派融合，这最基本，这叫团结吧。郑丽文口口声声说团结，那要拿出团结的方法跟论述，才能真团结。我的说法是这样子。OK， 整个因为蓝营的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当选以后，那引爆了国内整体大家在讨论，因为毕竟国民党是国内最大的在党立法院的第一大政党。那未来呢？未来包括整个国民党的未来政策的走向，跟对岸之间的关系，跟国内包括跟执政党之间。大家在竞争上，然后未来到底会是什么样一个状况，都会影响到台湾未来的不管是安定性啦，或是未来的长久性，各方面都会有影响。那除了这个以外，在国内的政治环境里面，当然你还是会关心说，包括国内的政治氛围里头，像黄昌总召他跟狗仔们，或者讲说整个。AI 啦，所有这些甚或会不会有窃资啊，类似像这些事情，那黄章就一直老神在就是科幻小说啦，所有这些都出来。那任俊现在看起来的话，那个央广那个工程师，他因为周刊好了，明天有一件很重要的，明天周刊不是一直大家在讲那个姻亲然后周刊也说大家不要急，黄章不要急。明天大家就知道，然后这2天呢，包括他们那些媒体呢，也在讲说，他们有跟无姓工程师有接触过啊，是接触过好几次。我相信媒体在求证的时候一定会有接触，甚或一定要留下相关的证据嘛，访谈录音啦或什么这些。到底现在这件事情还有说什么揭弊收费汇款有吗？黄国昌的说法说，这个完全没有什么100万的这件事情啊。他说有你就把这个汇款单拿出来嘛。啊，我觉得这个也应该嘛。啊，黄国昌被指控，对啊，那他要求报道的你应该提出证据嘛。合理。那周刊的讲法是说，我有多次访问了这个无姓的工程师，而且也有录音。也有他提供的东西，所以我觉得现在有点各说各话了啊。特别是周刊这个上个礼拜5的那个报道里面哦，有出示了一堆的这个对话记录哦。那我看了一下，就是他那个对话记录看起来反而是这个无姓工程师跟央广的董事长的对话记录，特别是在6月21号前后。都还有这个对话的空间存在，而且那个对话的过程当中，我看起来他还写谢谢董事长的关心，怎么样，我会怎么样，所以有诚如黄国昌的认知说，这个或者是其他人爆料说他是因为揭弊者反而被迫害。我觉得这里面有些落差。黄国昌事实上他很生气了哈，因为他说这个周刊哦，一天到晚就是造谣告了吗？而且还什么移花接木。对啊。那他其实应该是这样讲，黄国昌那一天的说法是说，这个无姓工程师有委任的律师发了律师函给他。那这个你可以看到正本的部分，其实有包含到这个黄国昌，还有进电视嘛，就2边都送嘛。2边都送嘛所以这个其实不是要不要告，因为里面都没写，没有提到任何要提告的字眼，其实没有哦，文字上面没有，他只说了什么？他只说了来，我这个第一个这个澄清稿是吴正勋委托律师代为发函 ，OK 就代表说我律师不是自己来的第二个呢，他说。黄国昌在114年10月17号左右，在脸书发的附件有3张截图，确实是吴正勋跟黄国昌之间的赖的对话。第3个呢，他有分成2点。总之呢，他说这个也没有变造也没有这个，那截图也不是吴正勋跟这个所谓工会干部的对话他的讲法是这样。但你看《镜周刊》给的那个，我就讲还有一段是写给那个董事长的，董事长应该不算工会干部吧？一定不是，一定不是嘛？一定不是。第二个就是说媒体这个报道跟事实有诸多不符然后待相关证据这个证明后再厘清但我就讲黄国昌当然是用这个来说什么？他说来讲的附件就是这个嘛。黄国昌当时在脸书上面这个公布的几个嘛这个的对话看起来也没错因为他对话的对象就是他跟黄国昌之间但我就讲黄国昌当然是用这个来说什么？他说来讲的附件就是这个嘛。黄国昌当时在脸书上面这个公布的几个嘛这个的对话看起来也没错因为他对话的对象就是他跟黄国昌之间这个也没问题没问题啊，没问题嘛。
我比较有兴趣，其实这一个啦，因为这个是后来周刊的回应的那一块。好，这个周刊的回应是这样啊，因为针对黄国昌说要告啊，黄国昌的这个生气哦，周刊说什么？采访过程中，吴姓工程师有一再强调，给的资料是事实，也多次提到，请记得用引号。对啊，也有要钱，还有就是这边还有什么需要多少费用，一定都是小笔的累积等等的这个，请注意用了引号，那代表什么？我认为周刊应该有录音的，好，应该有录音。因为我们一般的引号内文就是表示是忠于原文，一字都不改的原文的意思。而且你看他的第3点，其实他并没有要攻击黄国昌啊，他说，无论黄委员提出脸书对话截图、律师函等攻击本案，都无法改变本刊多次采访合理查证的事实嘛。好，回到这一个，我刚为什么讲黄国昌的这个脸书的公布的这个附件，我觉得很有趣啊，特别是这一个，因为按照这个黄国昌的说法，感觉上这个吴姓工程师认为《镜周刊》都是用编的，可是你看他这里写啊。这个记者就是报宁狗仔窝的记者，还提到说只要给他一点素材，他就能开始编故事，我怎么样巴拉巴拉巴拉，还有呢，这些东西都是来自于那个什么小英女孩赖秀如之手，我最有兴趣的是最后一句话，此对话视同未曾发生，什么人没事讲完别人的一大堆，我跟你讲啊，那个将军怎么样，哇，小平怎么样？这个对话，当我从来没讲过。那你讲干嘛？那个只有出现在 Mission Impossible， 那个 Tom Cruise 要去出任务以前，那个影带或是那个 CD 片，然后看完以后就跟你说这件事情，等一下10秒以后会烧成。这件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如果你们被抓，政府会否认所有的一切。我只看过在那里会出现，但我不知道当他看到黄国昌把这截图一起截出来之后，他会怎么想？因为很简单嘛。这些事件里面有4个对照，对不对？一个是吴姓工程师，一个是黄国昌，一个是《镜周刊》，一个是央广。现在看起来各方都认为自己说的是对的。我也问过央广的人，我说你们到底怎么看这件事情？啊，我不去讲他们个人怎么想啊，但我真的必须说。当这几方大家都认为自己是对的，央广认为自己没错，黄国昌认为自己没错，镜周刊认为自己没错，那有问题的会是哪一个？现在大家非常好奇的是，中间跟这3个对口的，实际上只有这个吴姓工程师。那每一个都认为自己没错，每一个都认为我达到的是真的啊。对。所以我觉得这整件事情其实让大家非常好奇。如果按照这个，因为那周刊也没有讲说他那礼拜5的那篇那个报道。是吴姓工程师给的哦，没有哦。周刊写的写法是说，央广的 L 姓同事看不下去给的，他也没有说是吴姓工程师给的。OK， 那所以你今天去纠结说吴姓说我没有给他，没有人说是你给的。可是我就讲啊，当大家说法都认为自己是对的。而中间只有一个人在面对这3兆，那个人叫做吴姓工程师。我觉得现在对吴姓工程师他比较大的问题，反而是这一个了。对，将军，今天吗？今天的《自由时报》还有一篇，里面特别讲，因为黄昌委员因为过程当中会所资嘛，对，像因为像政府单位，包括像央广所资啊这些，那篇是讲说所资的那些内容是不是会涉及到一些机密资料？当然，今天也有媒体人就直接跳出来讲说，央广你为什么要给一些机密资料？我不知道，那立法委员所知，那他能不能拒绝？可是这些，那这几天媒体甚或有在报道，像那保中电台，所有这些保中电台，就是如果万一发生暂时什么状况，我们势必还是要有电台能够播送嘛，对，要用短波的方式来用什么？所以保中电台非常非常重要。那这些跟黄国昌所知会有一些国安的问题吗？那黄国昌一定跟你讲，你们觉得有国安疑虑，你们讲啊，干嘛给我？干嘛给我呢？啊，你们给了我，现在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第一个哈，黄国昌这样讲，我觉得也不尽然有错。对啊，既然有问题，你就不要给我。是啊，所以这个央广我觉得有责任了。有责任。就像这个哈，其实我看到我就觉得很怪，他要查的是什么，你知道吗？他是有关于被人家爆料诈领补助款，
还有消防设施的相关款项。所以我要查嘛，我本身我有问证的空间，当然，所以请你这个央广提供给我那这些东西。你这个东西多奇怪，你知道吗？它里面包含了这个300 kW 的短波发射机2部，木型的天线1副及设备还有什么矩阵切换开关1组，还有央广分台千件第3期的设备采购，含300 kW 的短波发射机5部，啪啪啪这么多。各位，你看这够专业吧？他要查的是什么？他要查的是诈领补助款，还有消防设备的疑虑。我刚才讲的那一些，有没有出现什么灭火器啊？什么这个消防设施啊？还有什么消防照明灯啊？或者是人员这个相关补助款的这个额度啊？没有他要的都是这些专业的东西。这些里面的东西，各位是用来做什么的哈？这让很多人不难不想象到奇怪。例如说我们在当部队长，被反映这个某某下士欺负阿兵哥。所以立法委员说我要来查你们这个单位有没有不当管教，最后请于长官，你提供给我们那个勇虎战车的这个雷射测距仪，你提供给我们的弹道交换机，你提供给我们相关弹药批号跟型号，还有保存的日期，请问，这个跟不当管教跟欺负性没有什么关系？就类似像这样，我是借着所谓的消防设施跟诈领补助款，我去要你这些专业的东西，所以才会有人想说，你这个办公室你是不是假借一个要查要问证的空间，然后呢要出这么多机敏的设备？为什么你知道吗？你有这些机敏这个主具的运作，还有程式，还有使用的电力，还有相关电线馈线的这个功率，你可以做什么？你知道吗？你可以反推出，像这个里面就说，它可以反推出这么多年来，它提供给行政院。还有提供给相关资料机敏，就是我可以回推出你买这么多设备，你要完成什么计划？战时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对外声援，要怎么对外发声？这个所谓的央广的电台，我在北部当部队长，我们也保护过。我们签的叫什么？叫支援协定，就是我每个月的战备月，我会有一天要出营区，到这个电台附近。跟电台周围的相关的设施还有警戒，他们提出需要我们防护的这个措施，我们要提出防卫计划，这叫什么？支援协定计划。那么现在因为国军跟这些电台已经撤开了，变什么？变成保二，变成有警察来协助他。这表示什么？它不是一个单纯的电台。虽然有很多的朋友都在那边有主持节目，可他主持节目通常听众是海外的。对啊，是海外的。他可能是针对中国最不想听到台湾声音的地方去发射，宣扬台湾的好啊，宣扬台湾的民主啊，宣扬台湾的开放。那这些是中国不希望听到的，所以他透过这样短波打出去，让你听到。各位，你想想看，如果平时有这种宣传文宣的功能，战时呢，它有求救的功能。我可以跟友邦，当我的网路，当我的所有的这个设施全部被截断、被封锁的时候，这个电台。所打出去的，它不是一个文宣，是求救。所以我才告诉大家，如果你要把这么机敏的设备全部要去了，而且央广也给了，那这些资料是不是会影响到我们在战时的应变计划？那这件事情，范老师，周刊讲说明天，因为不是一直讲那个李丽娟有没有什么姻亲关系啊这些，然后黄昌福记者问说有就拿出来讲，然后周刊说不要急，明天。好，那要等明天。可是为什么一定就要大家要纠结在这个地方呢？今天还有另外一个支线的发展是马友他们今天又开了记者会，然后记者会里面就直接讲像那个王委员那个助理，那他的助理张凯维是不是有真的去兜售？还记得那时候前警政署长张荣兴不是说有没有跟有一些有帮派背景的人，然后去吃鱼翅的那个照片？那些照片后来今天他们的记者会是说那些照片是被弄出来的吗？对，这个照片哈，今天应该说这个旧闻啊，今天黄国昌在地法院质询嘛，就是2024年5月9号，角头鱼翅宴一北市警长遭报密会角头隐秘包厢爽吃鱼翅，然后他新回应巧遇回应的对象就是
这个当时的这个台北市警察局的这个局长啊，那这个是在5月9号，去年2024，其实这距离520其实是蛮近的时候。那520当时我们知道警政署长要换人，所以大家就认为说，这个东西是不是跟影响到警政署啊的这个人事任命啊？那他当时讲这个人叫做他讲要在这个上品鱼翅啊，由这个万华发明馆角头黄清源来，然后后来他进去之后，有一个白头翁也跟进去，这就是张荣兴，张荣兴。那这里面有一个，那这边有个对话啊，这个对话就是这个据了解是那个王宏威的这个助理张凯维，他的这个他是这个在海边的这个他的这个照片，他跟谁？这跟那个律师啊，就是那个柯成浩律师的对话。他就说，这个是张荣兴、于赤燕 PDF 啊，有这个照片，就刚才一样。他说，刚卖出这条等这题啊，他讲白讲这题啊，那个人怎么卖讲这题啊？他说我到，然后就跟他们两个对话。好，那这个是不是那是谁给了这个张凯维的啊？是不是就是这个黄国昌他们的狗仔呢？现在大家有这个高度的质疑嘛？那我们知道就是说，那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我上个礼拜我跟这个这位柯成浩律师也有同台了。我觉得他跟张凯维是大学的时候打辩论赛的一个，他们是不同学校。那这个柯成浩是台大啊，那张凯维是另外一个学校啊。但他们两个人其实一直是好朋友啦。所以当时他觉得，后来他觉得，这个因为张凯文很多事情也去问这个柯律师说这样对不对？所以他就跟他讲说，如果你用这种偷拍的状况，可能会有问题啊，会有问题。那所以他一直认为说，这个柯成浩好像是你说那认为张凯维好像有点走火入魔了，为了要选未来的政治发展，好像就是走险棋啊，甚至就是有卖这些相关的照片给别人啊。但我们也看到他有卖给这个张思刚嘛，对不对？也卖了这个，所以我觉得。大家会觉得，在这件事情是不是真有其事？那刚刚讲过，这位发明馆的这个黄清源，他其实也是台北很有名的宫庙叫青山宫，他的主委所以我们知道，就是说，后来我们知道这个台北市的这个警察局长这个张荣兴，他后来就当上了，在去年5月23号就当上警政署长。比方说，他们本来王宏威。他们可能想操作这个事情，然后让这个张荣兴无法当上，因为竞争很激烈啦。你知道去年520之前，各个派系、各个角力都有出来了嘛。那是有人想把张荣兴拉下来，那王宏威跟他的助理是不是想透过这个方式来曝光？因为竞争很激烈啦，你知道去年520之前，各个派系、各个角力都有出来了嘛。那是有人想把张荣兴拉下来，那王宏威跟他的助理是不是想透过这个方式来曝光？可是王宏威接受访问，他讲他都已经回应过了，像这种小道消息，而且不是真的，他根本就不用回应这些了。好，那反正现在张凯维也去告了那个柯成浩了嘛，他去告他嘛，那柯成浩当然他到时候你去告了，到时候就要一翻两瞪眼嘛，他告的时候其实还没有出现这一则，因为这则是今天的新闻。可是这个对国内整个政治氛围，冠霖，我们分两个啦，第一个，国内所有这些不管狗仔们啦，或者是刚才讲到那无形工程所有这些。那未来发展，黄章永远就跟你们讲说，你们大家就是在那边编故事，你们就弄一堆这些有本事一枪，我们常讲有一枪毙命就拿出来，他就一天到晚用这个。对，除了他的支持者，当然一定会深信不疑。可是对国内大部分的人来讲的话，你觉得会怎么样？第二个，国内好，因为这几天我相信连在北部的一些观众朋友，大家也感觉到有风有雨。那雨势也不小接，真的，那大家都希望花莲不要再出现任何状况，因为光复还在救灾的过程，还在整个善后的过程，它并没有整个都已经恢复元气。那这过程当中当然也包括了就是中央跟地方，你看到纪念总协调官，然后包括跟许政委徐县长之间呢。连总协调官讲到说，中央都已经干到连乡长的事都要干了，然后徐正伟他们又有回到说，那乡长就是没有办法，这个能力就是要中央负责。让观众先看一下，因为大家还是要心系花莲光复的这一段，尤其这一波，希望风雨不要有任何的影响。来。
的状况是怎么样做准备这样子？应该问协调，应该问现场，应该问总协调官，因为总协调官来问了。来，你们问我好了，问我。那现在这边先来看一下，没有办法说明吗？因为县府其实才是主办单位啊。没有，今天的主办单位是中央协调所来负责，好不好？因为这是一个紧急应变的作为，紧急我早上记者会也跟大家报告过。这一次的疏散撤离是中央协调所依据这个灾防法里面的紧急作为，这个原来跟这个县府正常的模式有点不一样。来，冠廷，一个是刚才前面讲的是整个国内政治上跟狗仔之间政治跟狗仔之间的一些氛围跟所有的合法性的问题。花莲这一段一直到现在，大家还在你看连记者的问法都是问宪法，但是纪连成这一段是他也没有。这次是中央协调所负责所有那些，我记得在新闻里面那个纪连成还有讲说，现在中央已经连乡长的事情都已经开始在干。你要听在徐正伟耳朵里面，当然不舒服啊。两个部分哦，第一个先讲黄国昌。黄国昌刚才五哥在讲说有没有一刀毙命、一枪毙命的证据啊？那是因为黄国昌的个人可能他的器官比较奇特，他的脸皮特别厚，换作是别人早就已经一枪毙命了。请问现在具体客观东西已经有什么了？跟监王一川的4个人当中，其中一个是黄国昌的前助理。跟监王一川的团队的成员有黄国昌跟他们指挥的对话记录，还不够具体吗？这换作是我们任何一个其他政治人物，早就一枪毙命了。就你有养狗仔嘛，你没否认嘛？所以到底还有什么？好，接下来无姓工程师前面3天发生的事情，我建议大家如果看不懂，就把它消音去掉，因为简单来说就是。无姓工程师去找周刊爆料出黄国昌他们爆料要收钱，可是黄国昌后来出示无姓工程师给他的证据说没有，这是谎话。然后呢，周刊说来讲说我们都有录影，我们到时候我们会告你，两边互骂。可是这3天的状况完全没影响本案最重要的重点，凯斯国际、李丽娟，这个焦点不要被模糊。过去因为这一间公司跟黄国昌是虚线，而现在因为被揭露。黄国昌的老婆户口记在李丽娟家里，所以他们是实线。而大家期待的，其实明天周刊要进一步公布的是李丽娟她跟黄国昌的姻亲关系是什么？这是周刊讲的啊。那时候我们就等嘛，所以这才是重点嘛。现在关键是这个狗仔集团跟黄国昌的关系，你们到底干了什么事？跟了谁？花了多少钱？跟了多少时间？这些是人民想知道的嘛。所以不要再顾左眼他过去这3天，无姓工程师到底是曾经跟黄国昌好到说进去司法机关呛说我得够穷出来之后马上找周刊爆料，到底是周刊被骗了，人家是双面谍，还是真的跟黄国昌闹翻了？黄国昌真的乱弄资料，然后这个就等未来司法，他们一定会互告嘛，就来厘清。第二个，我来讲花莲状况我们来看一个画面这是这2天纪连成政委、纪连成将军他在防台撤离演练。他一家一家看，他跟着徐正卫县长2个人一起走，然后老实讲这个媒体想法我觉得有点比较狠一点啊，说他拖着徐正卫走，因为走很长，然后走整天，然后最后就是徐县长有点脱队。其实老实讲，这不是一个中央前进所的协调官该做的事情，可是他做了。但是我觉得刚刚这个画面我特别要讲一下，你不能去怪媒体啊，这个画面这个战法。C 位是谁？不是吧？采访就是这样嘛。你今天出来一字排开，季将军站右边，徐正伟在左边，那个傅昆萁站 C 位，傅昆萁站 C 位啊，是媒体单问啊，你们要不要讲啊？不，这个就是你好歹让县长站中间嘛，好，不然说这是总协调官办的，那你就让政委站中间嘛，没有谁大谁小嘛，你站 C 位就要给别人问嘛，这媒体不要为难媒体。后来还有人在那边说，你们记者故意怎么样，不是啊，你站这样，大家当然先问傅昆萁，那后来。纪连成政委也很愿意，就是他以他一个中央的协调官角色来谈。不过我回来讲，现在争议在哪里？现在争议在撤离啊。这天在巡什么？也在巡撤离。他们巡到什么程度？纪连成跟徐正卫去巡到你1楼有人，因为我现在已经那个喇叭已经响了，那个铃声已经响了。我们要撤离，如果你是要去避难所，你要去离开，你要垂直撤离的，你必须走上去。可是他们去巡到1楼还有人的，那就要赶快把他赶上去啊。这是在做这件事情。今天如果雨又更大，又有状况，大家要能够确实撤离。但当然也发现有一些问题就是说垂直撤离的人数不好抓，因为你只有撤到避难所才好抓。我觉得这个就是藉由这样撤。第二个问题就是喇叭不够强，
所以那个音响跟广播系统一播下去之后，有部分的民众听不到，这就要赶快解决。所以我们现在问，那责任在哪里？今天县政府徐正伟出来怎么讲？他说光复乡的乡长啊，为了要处理那4000个便当啊，没办法做撤离工作。我真的听不下去。县长出来讲这个，然后讲什么？说未来有台风灾情，有台风有警报，每一个台风都要成立一个专案，要中央来负责。这你有完没完？这大家听得下去吗？为什么今天光复乡，我先讲，我不相信任何一个乡镇市长没办法处理撤离。说你没有能力吃，你没有能力拉那个肚子，就不要吃那个泻药。你今天当这个职务，你选的时候，你有告诉民众说你没办法做撤离工作吗？法规规定你就是撤离的指挥官，就是你乡镇市长。为了要处理那4000个便当啊，没办法做撤离工作。我真的听不下去。县长出来讲这个，然后讲什么？说未来有台风灾情，有台风有警报，每一个台风都要成立一个专案，要中央来负责。这你有完没完？这大家听得下去吗？为什么今天光复乡，我先讲，我不相信任何一个乡镇市长没办法处理撤离。说你没有能力吃，你没有能力拉那个肚子，就不要吃那个泻药。你今天当这个职务，你选的时候，你有告诉民众说你没办法做撤离工作吗？法规规定你就是撤离的指挥官，就是你乡镇市长。好，然后你说包4000个便当，你知道4000便当什么意思吗？3个礼拜前，五哥当时一组团进去，每天有1万个便当被丢掉，然后后来他们说他们自己处理就好了，然后请一组团离开。徐榛蔚县长他该做的事情是，如果光复乡真的提出乡长无法撤离，第一个要寻求支援是谁？附近的邻近的乡镇公所来协助，邻近乡公所没办法，县府要协助。我第一次看到有个县长讲说，连未来每一个台风来都要请中央成立专案，然后来做撤离工作。所以季将军来讲我现在就变成我都在做乡长的工作嘛。我觉得这个不太对啊，就是实际上你有地方政府该做的事，那你真的做不到，请中央协助，不是什么事情都推中央。不过将军来，简短问一下，这整个过程，因为纪元成他是将军出身，所以有人说他的做法就是军人的做法，民快国决啊或者什么，也不要跟我拍马屁讲一大堆那些什么有的没有的。而现在就是大家每一次听到的时候，都是县长就讲说中央，你们就像刚刚讲，中央负责，以后每一个台风来你们都要帮我负责。然后纪连成终于也那算不算抱怨？我们已经把乡长的事都干了，那你还要我们大家要怎么办？现在到了这个阶段。现在大家面对的已经不是上一次，然后那个堰塞湖的事了，现在是在所有的光复，在善后，在所有这些前面的责任都还没有大家明确的定锚到底是什么，现在又在为风神台风来要做疏散，要做撤离准备，又变成是这个样子啊。我讲其实纪连成，我觉得他已经应该忍耐到一个极限。他以前我们跟我相处过，是我长官嘛。他那个你拍他马屁看看，立刻叫你滚出去。真的啊，曾经就有过啊，1个2颗花中校啊，那时候他是少将嘛，就讲说哇，英明神武，在你手底下，我这感到非常荣耀，是不是？你站到外面去，这真的用英明神武这种字吗？对，就拍马屁，他最讨厌的拍马屁，那你站到外面去，你拍完再进来，再出去。那他今天已经我最客气，另外一个就是他为什么讲说啊？那你不要问他，问我，就表示。我代表中央啊，因为傅昆萁说这中央的事，徐榛蔚说这中央的事，好吧，你们都不想吧？那问我，表示他扛得住嘛？这一句话代表什么？你知道？我扛得住。那如果中央派一个肉头来，那傅昆萁这么一讲，徐榛蔚一讲说，哎，县长还是你做好了，我们只是个小官，那就是弱掉了。纪连成他够强啊，好，他不答是吧？问我，你想想看，光复乡的人，花莲县的人怎么看这篇新闻？我们一票一票选出来的县长说我们做不到，要问中央。我没有投过他一票的这位退伍军人纪连成说找我，这叫担当，这叫承受，这叫不推诿。然后我讲这一次他本来是说混合避难法，后来他推翻，他说不要，还是用平行的。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他把那些行动不便的啦，要洗肾的啦，或老弱妇孺独居的，他都已经平行，都已经带走了。那剩下那些可以1楼2楼跑的，就是行动自由的嘛。他本来想说，水来他就往上跑，他发现不对，这些人这全部都在1楼啊，根本没准备啊，所以他说不行，最安全100%就是全部撤离，就全部撤离。这是他不是莽撞的说，他本来就说我混合撤离，发现不行啊，
有些人就想说，又没水，我在1楼看看电视，我在1楼打打麻将会怎么样？那水突然间来了，怕你撤不掉， OK， 所以他就改变，他一户一户去看。那我讲，谁是父母官啊？徐榛蔚，你应该是比纪连成还要紧张的去看，他不是他走不动了。不，现在看起来，来小平，那这对于未来花莲，你要刚讲到一票一票选出来的，刚才那些画面或者所有的对话，会不会对包括不管副根级总召或者徐榛蔚县长，在整个花莲的心目当中会有影响吗？因为治理因为风灾的堰塞湖是从来就是老派的政治人物，这种治理是不含这一块。什么时候堰塞湖？就知识很浅薄嘛。所以堰塞湖出来以后，就变成以后徐榛蔚他们就懂了，就是以后的很多地方都有堰塞湖，因为不管地震或者这几天还真的又出现了其他一些又新的那个利物溪啊什么搞的，所以以前从来没有碰过的。你不要说地方没碰过，连那个农业部都很难处理，以后会处理，会处理。OK， 我觉得还是回到，因为这样子，因为媒体也是各自表述，有蓝的媒体，有绿的媒体，也是没有那么客观，就是不管政论节目，不管怎么样，有人支持蓝的，有人拥护绿的，那因为这样打下去我觉得会道理弄不清楚，而会降低中央地方合作的机会。OK， 这个是花莲人受害。OK， 不还是要回到精诚合作，而不要再谁你七三开，谁这个我修理你得利一点，那你就伤害多一点，这样搞是搞不完的。来，慧珍最后1分钟。我觉得其实选民要真的认真去选出对你有帮助的，不管是地方父母官或是民意代表，因为你手中的这张选票是会决定台湾政治是向上提升还是向下沉沦。如果说今天这个花莲的这样的教训你没有点滴在心，你还觉得不要紧啊，我自己人啊什么这样投的话，这个其实会有一点让人家觉得有点难过，因为你要知道这一次全台湾是有几十万的产子超人去帮忙，所以让花莲可以重新站起来。台湾最美好的风景可能是人，但是台湾最丑陋的可能也是人，因为包括有一些政治人物唯利是图，但并没有把人民放在心里。所以我觉得其实手中这张选票真的很重要，不要只看蓝绿，最重要的是你要选择出什么样子对人民负责任的一个民意代表或是父母官。风尘台风就算它不会进到台湾来，但是外围的一些环流跟那个共伴效应已经造成一些地方的风雨。希望尤其因为花莲，大家会特别在乎花莲这个地方，希望不会有任何一些的影响。当然，其他地方你可以看得到风雨也已经有一些，那大家要注意安全。但是对国人来讲的话，那尤其当然一开始在讲，正如一个国民党在野党最大在野党党主席，礼拜六选出来以后，对整个国内的政坛未来会有什么影响？我们大家未来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你的收看，新闻面对面，我们明天见，拜拜。